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男配不要太耀眼，赴山海张智霖一亮相，诚意立刻失色。终于有人来援助我的双眼啦！还记得前段时间赴山海已确定档期，我那心情都跟甜了蜜一样，满满的期待，直盼着9月15号快点到来。真到了那天，期待全都付诸东流。看完之后心里闷闷的，比舔了苍蝇还糟糕。那些烂到不行的特效和假景啊，不用多说了，毫无新意，还不如杨洋在《凡人修仙传》里的实景真实自然。这演员的表现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，那配角一个比一个难看，再加上那白兮兮的滤镜，简直跟假人似的。诚意这次唯一让人期待，可偏偏给人感觉像没长大似的，完全没有一点大侠的范儿，让人一看就直皱眉头。真是一看越让人想放弃了。可就在刚才赴山海更新到第10集，古装男神张智霖一登场，立刻让不少观众的心都被征服了。这才是真正的武林大侠样子，诚意赶紧退后让让。大侠秒变小姑娘。在大伙儿心里，男大侠至少得像《飞刀问情》里焦恩俊扮演的李寻欢那般斯文俊朗、潇洒英气，或者像《少年黄飞鸿》中何中华饰演的黄飞鸿那样气度不凡、威风凛凛。你说的吧，像那样的大侠，哪有跟小姑娘一样既可爱又柔弱的呢？这次在赴山海里算是开了眼界了呗。诚意这次一人扮两角，变身成了萧秋水和李晨舟，一个是刚踏入江湖的新人，另一个则是声名显赫的权势帮派头头，战斗力都是杠杠的。他连角色应该有的那份感觉都没把握住。让我们先说说菜鸟萧秋水。作为观众，我们清楚导演你想塑造一个战斗力不强、搞笑的角色，可别把诚意弄得像女生似的吧。不仅的涂口红、抹粉底，还得画眼线、涂睫毛膏。这身油头粉面拿去拍偶像剧还凑合，可放到武侠剧里，感觉真是太违和了。特别是诚意，现在年纪一大把，脸都肿了，看着胖乎乎的，就像还没长开的孩子似的。而且诚意的表演也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。明明是个现代人穿越到古代，他倒没有表现出那种迷茫或惊讶的样子，反倒像是很快适应了这个世界似的。即便他曾经读过那本书，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这么顺利啊。最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，他的灵魂明明是个20多岁的成熟男人，穿越过去后却像个没长大的小屁孩一样。那副畏畏缩缩、支支吾吾的模样，诚意怎么可能觉得自己这样很可爱呢？实际上，这挺让人尴尬的。演李晨舟的时候，他的妆容也搞得挺尴尬的，一头白发一出来，明显就显得年纪挺大了。造型师为了给他的脸找点救命稻草，那粉底可是没少用。那亮得像发光一样的脸，加上橘粉色的口红，实在让人看不过去了。诚意这会儿的演技也有了变化，不再那么扎眼了，不过收敛得太紧，反倒显得怪怪的。他整场就是在演一个自装。为了塑造那种冷冰冰的感觉，诚意不管做什么事都保持一副冷峻的表情，说话的时候嘴巴也不怎么张开。这个角色本来是配音的，结果口型和声音对不上，看起来特别尴尬，整个场面都出席了。流量明星终究还是流量明星，诚意这演技还得不断磨练呀，不能一直靠《莲花楼》这部剧来维持热度吧。真正的武林大侠。这部剧里其实还是集结了一批挺不错的演员，实力派不少。邱心志饰的屈大侠，丁勇代演的萧西楼门主，还有杨丽菁演的芷晨，这几个角色真是都挺有特色的。这些老一辈的人都开始行动了。不过
让我觉得最厉害的还是张智霖演的艳狂图，他一出现就立马把我吸引住了。他一袭白衣，银灰色的长卷发被风拂起，瞬间让人感觉像回到了那个年代的古装武侠剧。导演挺有眼色，特意安排了一阵风，一仰头的瞬间，镜头一仰，把张智霖的气场瞬间推到了巅峰。果然叫艳狂图，这名字真是不含糊，挺够疯的。他紧握着天下英雄令，面对一帮武林高手一点都不紧张，反倒是嘴角挂着笑容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众人，然后慢悠悠的伸出了右手。那模样看起来像是在说你们敢来拿啊！这场景真是帅到炸，粗犷又霸气，简直迷死人了。有人紧跟着挑衅他的威风，想抢走那块令牌。艳狂图听完后，毫不犹豫地反问：不服气啊？台词那叫一个响亮有力，字字铿锵，真是底蕴深厚啊！加上张智霖那不屑的眼神和一脸严肃的表情，立马让整个剧情的紧张感瞬间飙升到极点。紧接着，该到他艳狂图嘲讽众人了一句：就算你们16个门派一块儿上，也不过就多死10几个人罢了。那话语听着真是挺狂的，屏幕前的观众看得直乐，都忍不住喊太牛了，喜欢的不行。尤其是他那斩臂的动作，再配上那邪魅一笑，简直就像个真冠军一样，气场十足。这还只是台词而已，张智霖就把艳狂图那种自由不羁、狂放不已的性格演绎得淋漓尽致。接下来，他的武打场面就更带劲儿了，真是让人看得热血沸腾。只见他一只脚放在前面，另一只脚向后伸展，然后双手在空中盘旋，紧接着用力向前一推，那力度挺足的，隔着屏幕都觉得空气在奔腾，气流似的在涌动。他这一掌挥出去，把一堆人都击倒了，紧接着一个人跃身而起，冲到场地中央，怒目圆睁的大声问：还敢有谁？这句台词本身挺中二的，可一出口从张智霖嘴里，却带着那种气盖山河、磅礴浩然的感觉，让人觉得特别振奋。张智霖这次真是惊艳到爆，出场不到10分钟，反倒把诚意压得死死的，气场全开。就像网友们所说的那样，法拉利即使年华老去，依然是法拉利。没错，张智霖以前可是武侠剧里的佼佼者 Tamsil Alarak and Zervadadi。 他在《射雕英雄传》里饰演郭靖，把少年那份纯真天真表现得淋漓尽致，每个动作都挺机灵的。在《白发魔女传》里，他的造型换了个风格，即便是一头凌乱的发型，也完全盖不住那张帅气的脸。张智霖饰演的陆小凤那一版，真是让人难忘，算得上经典中的经典了。他那张迷人的脸庞，一笑就露出2个浅浅的酒窝，加上4条眉毛，整个人看起来就挺随意的。他在说话做事时，也会插点小动作，抬抬手，耸耸肩，这样一来，整个角色看上去就更贴近生活，更有点真感了。张智霖把那个风流倜傥、玩世不恭的陆小凤给演得活灵活现。接下来，他还参演了不少优秀的作品，不少都挺不错的，像《龙门驿站》系列、《逆水寒》、《水浒无间道》以及《飞刀又见飞刀》什么的，每一部戏都掏心掏肺，击中了不少人的心坎。别的演员演武侠剧，更多是关注哪些优点，可偏偏张智霖倒是喜欢挑缺点。他能把每个角色都演得真实自然，因为人无完人，他把缺点掌握得恰到好处。相比优点，他的不偏不倚既不给人过度夸张的感觉，又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。就拿这次的艳狂图来说吧，他的狂妄既算优点，也算缺点，可只要有那份资本，放得大胆点又有什么关系？恰好凭借这一点，张智霖才能把这个角色演得生动逼真。那些年长的演员在拍戏时，都是全身心投入，把自己的一切都放在一边，和角色的灵魂融合在一起，
完全忘了自己是谁，变成了角色的他。新一代演员嘛，还差点火候，演得太表面，只会照着剧本走，缺少那种真正在场的那份生气和人情味儿。真的说是输了给张智霖。